来陈丹没撒谎啊。他们确实在这吃过饭，8点半就走了，那能说明什么呀，师傅？那说明这胡教授问题更大呀，非常大呀。为什么呢？这胡教授啊，又有作案动机，又有作案时间，而且呢，作案这段时间他的去向又说明不了什么，啊，解释不清楚。不是，师傅，您以前也不是这么分析案情的呀，纯猜呀。行啊，那看我这徒弟没白收啊。谢谢师傅。那我跟你说啊，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挺复杂的。现在大家手上拿的就是罗队初步了解的胡教授他们项目小组的基本资料。他们小组一共有7个人。因为此前胡教授在这个重要环节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所以开始写论文。郑小敏发现这个论文存在着严重的抄袭行为，所以他开始抵制。于是胡教授多次劝说他，没有效果，就在当夜发生了命案。这个动机挺成立的呀。那因为这个就杀人呀？好像勉强了点吧。师傅，你说这会不会是陈丹发来的？论文这事儿有几个人知道啊？这对谁有益呢？罗警官，学校出了抄袭这种事儿，丢人呐！说实话，我以前不打算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也没必要。为什么？很简单嘛，你想嘛，你们是为了调查郑小敏凶案的，是吧？可是这个凶手他又不可能是我们学校的人嘛，大家又何必把这些不堪的事翻出来呢？凶手在不在你们学校，我们都不敢保证，您怎么能打保票呢？学术上的事情呢，我们不去过问，也没这必要。但是呢，和案子有关的任何线索，我们都要调查。这点希望您能理解。理解，理解。那你们学校我能做什么呢？您是什么时候知道郑小敏要举报这个抄袭事件的呀？就那天嘛，当天。啊，老胡跟这个郑小敏为这事吵了一架。郑小敏走了，老胡就跑到我这儿来，就跟我说这事儿。我一听事情就严重了，我就准备向校领导汇报这个事情，还跟胡老师说，你让他得回去准备这个材料，是吧？结果，哎呀，当天晚上，郑小敏的事就出了。哦，也难怪啊，难怪你们会怀疑我们。都有谁知道这件事啊？就我们仨，我、老胡，还有陈丹。哦，那你们3个人是吧？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吧，把我自己说清楚吧。那个第一，我不是他们项目组的人啊，跟我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知道吗？要说职责呢，我代表学校就是维护学校的荣誉，维护学术道德，是吧？所以我不可能有什么动机，是吧？还有第二也最重要，因为那天呢，案发的那个时候我就在家，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给我作证。还有一个10多年前的学生，还专门跑来看我，他们都可以给我作证。哎，师傅，这胡教授态度也不好，咱怎么跟他谈呀？别管了。
进。好，咱们开门见山吧。啊，上次问你为什么调课，你说你有调课的权利，没有必要去公安局备案，是吧？这个我们调查了一圈，你为什么调课这事儿，你还真得跟我们说清楚。第一次见面，我问你郑小敏有什么这个仇人的时候，你怎么跟我回答的？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矛盾。第二次见面，我问你，你和郑小敏的5次通话都讲了什么？你怎么回答的？打几次我忘了，但至少说的都是学术上的事儿啊。你撒谎了。事实是，你们相处的并不好，而且案发的当天，你们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胡教授，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你是怎么查到的？我在英国研读过这篇文章。胡教授，您这么做是地地道道的造假，完完整整的抄袭呀！小敏，冷静，冷静啊！你看，真没想到你还这么较真儿，这可不像你呀。这不是较真儿，这是原则的问题。好好，那你先说说，什么是原则呀？胡教授，你一直是我敬重的长者，什么叫原则，不用我说了吧？我们都是做学问的，学术可以有高下，但是学术道德必须是一致的。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只有一个要求，立即停止申报。这怎么可能？小敏，你说我抄袭剽窃，这我不同意。哎，这个项目是我们共同做的，这里边的辛苦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哎，我们遇到了困难，借鉴一下国外的先进经验，这不也是一种方法吗？哎，话说回来，我要比国外那个人那更早的进入啊，不能说用他一点东西就说成是抄袭，这不合理呀。抄袭不抄袭，学术委员会那边自有定论。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我要准备材料上报。张小敏，这里不是国外，你不能看着这个项目毁在你的手里吗？我告诉你，咱们现在是在船上，你和我都在这个船上。你把船凿沉了，大伙都得淹死。坐在这样的船上，我良心不安。你在那种情形之下，你给郑小敏几次打电话，都在谈学术问题吗？通话时间显示，那时候正是应该你上大课的时间。当然了，你没有心情上课，因为你着急要处理抄袭论文被举报的事儿，是吧？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你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说不清楚，那就只能到我们这儿去说了。别，骆警官，这个在论文的问题上，我确实有不端行为，这我承认。可是跟别人比起来，这真的算不了什么呀。这，算了，跟你们也说不清楚。我是个教授，我是有所建树的。如果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我可就身败名裂了。所以对你们说了假话，可是我真的没有杀人呐。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我当时真的在家，我知道没有证明，可我确实在家呀。哎，对了，我给我夫人打过2次电话，这都是有记录的，这个总能证明吧？你们看我这样子，像是个拿锤子把女人脑袋砸开的人吗？你怎么知道郑小敏是被锤子砸死的？我不知道啊。
不是想象的，那电视上抢劫的不都是这么干的吗？哎呀，那个我在学术上这确实有瑕疵，可要说杀人，你见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呐。那个，这个抄袭论文顶多是给个处分，可要杀人那可就，这是两码事儿嘛。郑小敏举报这事儿都有谁知道啊？就我，还有李主任，他是院领导，我当然得跟他汇报了。还有谁啊？还有，还有我学生陈丹，哎，这你们不都知道了吗？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哎呀，罗队长，我当时我就懵了，我哪受过这种打击呀？哎，正好陈丹进来，我就跟他诉苦，我让他劝劝小米，毕竟啊，他们俩关系最好。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哎，罗队长，那个我还用去你们那儿说吗？苦思冥想，想什么呢？这个胡教授，他也说不清楚案发时的去向啊。如果当时确实一个人在家的话，真的没人给他证明。对呀。可是我现在已经把他排除了。理由呢？就因为他说错了凶器？这也是一个原因吧。如果他真的是蓄意杀人的话，他都没有必要把这举报的事告诉李主任和陈丹，因为郑小敏只对他一个人说了，这从逻辑上推不过去啊，是吧？还得接着查呀。是你们呀？你好，这么晚打扰你，跟你得了解一些情况。哦，好，请进吧，你们。喂，是我。你能来学校接我一下吗？我妻子的案子有进展了吗？目前还没有。那你们想了解些什么？郑小敏平常跟你聊他们学校的事吗？学校聊得不太多，我们都彼此不太关心对方的事业。我的作品他不怎么看，他的项目我就更不了解了。案发前一天，他有没有跟你聊过什么？或者说，你看他什么状态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没有？没有。哦，那段时间我正忙着准备交稿，我们彼此都不太关心对方的状态，各忙各的。不太关心，所以说呢，在那天晚上他最需要你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呢喝醉了，导致他后来出事儿。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他。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他出国以前，我们结的婚。那在你看来，你妻子郑小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可能都被他的时尚外表所迷惑了。其实，他骨子里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也许大家都觉得外国人很开放，可是人家的家庭观、道德观更保守。我妻子深受这方面的影响，在这方面容不得半点瑕疵。假设这起案件是熟人作案的话，你觉得哪类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呢？都比较大。什么意思？我妻子刚回国，还不太适应国内的人际交往方式，说话像老外一样直接，容易得罪人。穿得又那么显眼，虽然不是为了炫富，可能也会招来一些记恨吧。你酒喝的很多，是吧？少喝点，啊。这是我的名片，你有什么问题呢，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好，好，高子，好。喂，罗警官，其实我还是很爱我妻子的。好，好。观察了他的头发，头怎么了？他头发又柔顺又漂亮。倒回去。来，志天，你撩下头发看看。啊，撩下头发。怎么了，老队？我觉得这凶手可能是女人。女人？她呢，穿着男人的衣服，把自己伪装成男人。但是有一个动作，我报告，你刚才撩头发动作是这样的，对吧？你看刚才，一般的男人会那样做吗？我看看。对对对，这的确是个女人的动作。大家看啊，凶手这个捋头发的动作暴露了他的性别。我们刚查了一下，一般女性整理头发用这个动作概率在95%以上，所以我们断定凶手是个女人。难怪，我们一直打听穿风衣的男人，那当然一无所获了。不对，接下来我怎么办？首先回到现场，大范围的排查，这次重点是你的。这个工作呢，交给这个治天会负责。是。然后呢，还有呢，梳理一下郑小敏的社会关系，看他有什么仇家，然后呢，回配你负责这块。好。我10月我们俩再去趟红灯区。胡教授，胡教授，
这么回事儿，是吧？有几个碰瓷儿的年轻人，哎，看我岁数大了好欺负，拿了一个破瓦罐。哎呀，我这是花200两银子买的康熙时代的花瓶啊！你看看，碎了。你们装的我呀？你看，这不碎了吗？赔钱吗？你们这是碰瓷儿啊！你们少废话，这个东西可值不少钱呢，最少2万，拿钱吧你！你们这不是讹人吗？你们，哼，别废话。你拿。后来，他们可能是害怕了，还给了我几百块钱呢。哎呦，这明显这是冲着你去的呀！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没有啊。你放心，这事儿我帮你查查，好吧？罗队，哎，志天，查个事儿去。胡教授让几个人给打了，在哪儿打的？在学院路边一胡同里头。啊？好，我知道了。你怎么找来的？那个，我那边事儿办完了，我过来交个差。交什么差？莫名其妙。不是，丹丹。那个，丹丹，要不然你就嫁给哥呗。你说什么？我说我觉得吧，我觉得咱俩这挺合适的，其实。你给我记住，你是混混，我是博士，别给我提咱俩。不是丹丹，你真打呀？哎，丹丹，哎呀，喂，我说你啥事儿啊，哥呀，这么着急啊？啊？行，我现在去啊！丹丹。这是怎么了，哥？给我抓起来！啊！哎，不是，哥，啥事儿啊这是？带走，哥！哎，兄弟，哎呀！啊，怎么着？这小子吧，跟我满嘴胡说八道，说胡教授抢他包子。哎，我弄的。好。要不这样吧，那个没什么问的，不行就拘吧，7天。15天呢？行啊，治安条例学得不错。这死扛，没事。不是那个谁抢你包子了是吗？包子什么馅儿的？不是，他不是这么回事儿，他是这么回事儿。你就编，我接着给我编。没编呢。那会儿啊，你打这个胡教授呢，现在牵扯到了郑小敏这凶杀案。
现在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你跟这起案子有关系。警官，你不能这么说话吧？我跟这件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没关系啊？我说你怎么证明啊？我这是为了追陈丹。陈丹啊？他让你打胡教授。啊，那没有。是这么回事儿，他那个师姐不是死了吗？他特别的难过，然后就跟我抱怨，这个胡教授啊，这么地，那么地。我就是为了讨好他，才想这么一招。真的，真的，没事，慢慢想，想仔细了，这个1、2、3怎么回事？然后呢，再跟我们说，不着急，等你，好吧？哎，好，好好休息。不是，你别走啊！哎，要不然你们把我放了吧，我出去，我再给那老头多拿点钱，不就完了吗？我是胡教授的学生，可胡教授从来都没有重视过我，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下手，让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害得我连续2年都没有通过考核。论文事件一出，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而且师姐出事了，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细细一想，总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胡教授一手造成的，所以我就跟金三儿唠叨了几句，可没想到他……给公安局的一封匿名邮件，你知道是谁发的吗？对，是我写的。我是想通过你们的介入，把这件事情给捅出来。本来我是打算给学术委员会写信来着，可我后来一想，你们的调查力度肯定更强啊。可事后我又后悔了，我害怕你们真的怀疑胡教授，所以我就急着替他辩解。你这么处理方法不对呀！你是博士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是吧？我知道我错了。行，你回去吧一会儿。这事儿呢，不会跟胡教授讲，他呢还是你的老师，你还是他学生。谢谢。那金三儿呢？你还管他干什么？毕竟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啊，我替他求个情，行吗？事你甭管了，我们会处理，好吧？嗯，那我就先走了。好。你说他是单纯呀，还是愚昧？干什么都是这些傻事儿。我说三儿，我真应该多关你2天，让你好好反省反省。你这翻脸咋比翻书还快呢？不是，我说你小子能不能有点正形啊？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我有你这种兄弟，我都觉得丢人。我不是，我该走了，要走了，走了干嘛？美女，谢谢啊。那个，我哥们儿都跟我说了，谢谢。你看啊，那个你不领我情行，我得领你情啊。咱吃个饭去呗。三儿，啊，咱出这院你又开始了是吧？我这不是给人赔礼道歉的吗？我不需要你赔礼道歉，就算我倒霉吧。你别的呀，你不吃饭行？那这样，哥送你回去呗。
那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条，上车不许跟我说话，咱们谁也别理谁。行，不说就不说呗，憋死也不说。那我取车去了哈。张警官，今天您多费心了。别客气，以后搭理他。嗯。车来了，慢走啊。再见。慢点啊，来。哎呀，不是，这怎么了？你这是？谁欺负你了？你看，你别哭啊！你这算咋回事？你跟哥说啊！你怎么会有这个？是啊，我怎么会有这个呀？他怎么会在你车上？对呀，他怎么会在我车上？小三儿，这怎么回事？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舒警官，周先生，这是我们副队长郁怀佩。哦，你好。你好。啊，请进吧。这么晚了，不好意思打扰了。啊，请您随便坐吧。请坐吧。请看这张照片。这是小敏钱包里的照片。你确定？我当然确定了，这张照片是我剪好了放进她钱包里的。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凶手是谁？能告诉我吗？周先生，你别激动，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钱包都找到了，人怎么还不能确定呢？周先生，我们现在确实是不能跟你透露太多了，请理解。你现在每天都喝这么多酒吗？小敏走了，我本来是想告诉她，我是有能力的，可是现在不用了。你用这种方式去纪念她吗？我想她知道了，应该也不会开心的。那你说，我还能做什么呢？配合我们工作，还她一个公道。这也是你唯一能做的了。于警官，我明白，我会配合你们的。周先生，你听我说，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杀害郑小敏的应该是一个女人。什么？你好好的回忆一下，什么人有可能跟她有过节，有可能会毒害她。如果想到什么的话，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吗？啊。那这么晚就不打扰了。啊，好。啊，我送送你们吧。周先生，振作起来。行。立即搜查金三的家。是。龙队，找着了。
果然是饺子干的。怎么了？这金三儿真是越来越疯了，还说他不应该干这事儿啊。为什么呀？我听听。虽然他是个小混混，其实家里挺有钱的。他一直跟着父母在南方做生意，后来在那边惹祸了，他父母就让他回来了。他挺聪明的，虽然说人有点不着调，平时游手好闲的，咱做事儿还是挺有分寸的。老头都大，做事有什么分寸啊？这张照片认识吗？他是在你的车里找到的。认识。不是，我真不知道这照片为什么会在我车上。我是想跟他干点什么，那我也没必要弄张照片放我车上，你说是不是？再说我也没这爱好啊，是吧？可是我要是告诉你，这张照片是在这个郑小敏这个命案的这个钱包里，你怎么解释呢？不是，罗队，你别吓唬我！我吓唬你什么呀？这东西认识吗？这不认识。啊，再仔细看看。这不认识。这呢？不是，我上哪儿见着这些东西去啊？这包是郑小敏每天背着的，你没见过？那个领导，我一般看女孩吧，我就看脸蛋儿，是吧？我从来不看人背什么包、穿什么衣服。再说那天我碰见她的时候，那是晚上啊，我没看清啊。就是到底因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所有东西都从你们家里搜来的。啊？不是，那不可能啊！我有证人，我有证人。是谁也随就对，别理会。只是眼爱，也遮不住眼角不与人知的泪。哦，眼爱，谁又给过谁暖暖的安慰？你好，麻烦问一下，这儿有没有叫王希的？那个是吗？这时间你能确定吗？能啊，我们每天下班10点半，我一般出去到路口的话，最多也就是10分钟。也就是说，你是10点40遇到金三的，对吧？美女，打车呀？啊，我等出租车。这都几点了，哪还有出租车了？那边收到呢，一个车都没有了。上车，上车。好吧。哎，慢点儿，坐稳了啊。最多了。现在的案情有了重大突破，无非有2种情况啊。一种呢就是这个金三儿啊，伙同他人作案，或者是窝赃。这个我一查一个准，他绝对跑不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有人栽赃他，但这个人呢，既得上过他的车，又得去过他的家。
陈丹，是我。徐文，徐文。 陈丹，是我。徐文，徐文，你找到了不在场的证人。 是吗？哎呀，我就说嘛，我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我这，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你也没有多少好处，因为你跟凶手是同伙，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是，罗退，你别吓唬我，你栽赃，这肯定是有人栽赃啊！啊，那我问你啊，8号以后，有什么人去过你家呀？ 或者说有什么人坐过你车？我都交代过了，就几个哥们儿坐过我的车，然后还有几个女孩，都谁啊？那女孩跟这事儿能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你现在自己能说了算吗？那个最后一个吧，是那个陈丹。 陈丹也去了，去过。那为什么不早说呀？我就没想到那一层。再说这种事儿吧，我一般我不太愿意跟你们说。那从头说，你跟陈丹的整个交往过程。就一天晚上，我开车出去转悠，然后呢，是陈丹他那个师姐郑小敏。 啊，他过生日，在一个西餐厅里，他们喝酒，还喝多了，喝到挺晚，就让我撞见。啊，很高兴，亲爱的。啊！哎呀，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好，咱们再去喝点儿。美女。 这车敢坐不？你谁啊？我是司机呗。算了算了，哎，美女，你听我说，那边修道呢，今天晚上一个出租车都过不来，你俩又不坐我这车呀，就得走回去，是不是啊？都喝成这样了，赶紧上车吧！啊！我不认识你。上车，上车！哎，慢点啊，慢点，慢点！哎呀，你喝。师姐，放心吧。 师姐，拜拜，拜拜。美女，美女，再见。哎，你看够了吗？啊，那个美女，去哪儿？去学院路。坐稳了啊。 之后呢？之后有一天，我开车出去转悠，然后我就看见他从一个大商场里出来，买了挺多东西，在那儿打车，我就又拉了他一回。美女，坐车呀？是你呀？不是你受什么刺激了，买这么多东西啊？上车呗，哥送你回学校。今天是几号？ 那我没记住啊，那几天我没写日记。不是，有一个我记着，是大前天，晚上7点多钟，我刚吃完晚饭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他们学校门口接他。美女，
快不？咋了？我想让你带我出去溜达溜达，行吗？行啊，那上车吧。来，上车。来，走啊，走，溜达溜达。金三儿啊，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不是，这都让你看出来了。哎，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觉得你挺可爱的。你吧，你就像那个小白兔。真的？真的。不是，哥平时是满嘴跑火车，但是这个肯定是真的。其实我知道，你们男人不就想着那点事儿吗 ？No， 别嘴里说着 no， 心里想着 yes。说个地儿吧。不是，你逗哥玩呢吧？我没逗你，你到底想不想？不是，你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啊？我被老师欺负了，心里烦。那你这心里头烦，你就想起我了是吗？你虽然痞，但是很真实。我就是想放纵一下，我活得太累了。好说，去哥那儿。这怎么样？你家不错呀。还行吧。租金挺贵的吧？什么租金啊？全国买的。啊？那你成天开黑车，你有毛病啊？那怎么了？啊，允许人家康熙爷没事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就不行你三哥没事开着黑车找媳妇儿。真是无法理解。唉，谁是没点难言的苦衷啊？哎，我不喝酒。妹儿啊，我觉得你喝完酒的状态特别适合折磨哥。你要是不喝的话，我怕你忽悠不了我呀。那你觉得你喜欢我什么呀？我觉得你挺可爱，你还挺有文化。我喜欢有文化的人。有文化啊。来。要不再睡会儿？我走了。哎，不是我，哎呀，这陈丹看来不简单呀，啊！怎么就会是他呢？你听我讲啊，这金三显然是栽赃的，是吧？并且这手段呢很笨，一眼就能给看出来。以陈丹的智商，不应该这么干啊！咱们是不是还是得先把他给拘了？不管怎么说，他有重大嫌疑。我马上行动。师傅，咱们那信箱里收到一封信。什么信啊？您去看看吧。
罗队长你好，我是周学文。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本来我可以悄悄地离去，但思前想后，事情总得有个交代。没错，小敏是我杀的。杀人原因是郑小敏出国以后，他跟陈丹有了私情，两人感情越来越深。后来郑小敏回国，两人被迫分开。他说郑小敏心里有疾病，这不前不久又发现两个人的私情，借着这个论文事件大做文章。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维护学术纯洁呀，他就是冲着陈丹去的。所以周学文就把他给杀了。事后我们就一直在调查，他就害怕了。他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陈丹了，逼着陈丹加入董新三。陈丹照做了吧？他又觉得这招可能不行，早也能露馅，别到时候再把陈丹给牵扯进来，就自杀了。一直牵着咱们走的，应该是周学文。周学文藏这么深。走，换个房间找。你们都过来。队长，我看这篇遗书并不像是周学文所写呀。为什么？这有一篇文档是他没有写完的寄亡妻书，我刚才看了一眼，写的是字字珠玑、情深意切。如果说这遗书是周学文写的，那他写这亡妻书给谁看啊？是不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周学文究竟去哪儿了？可能出事了。带上东西，快点，我马上走。快，跟你走。快！你们来的太快了。什么意思啊？你们没接到报案吗？什么报案？学校出事了，发现一具尸体。啊！死亡原因能确定吗？初步推断，根据尸表特征，应该是中毒身亡。行，把手上那个东西装证物袋里。好嘞。这学校是读书的地方，竟然会出这种事情。对，罗队长，今天是谁报的案？是我。是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也是我。
我想找一些旧的资料，所以就到那儿去找了。胡教授啊，这个实验室你熟吗？熟。那是我们原先一个实验室，后来改成了仓库，平常没人去的。那实验室的门如果从外面锁上，里面开得开吗？要是没有钥匙，那是肯定打不开的。周学文你很熟是吧？嗯。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去那个实验室吗？我想，可能那里头有很多当年他和师姐的一些回忆吧。哦。还有吗？别的我就猜不到了。把他控制起来。啊？这怎么回事啊？李主任，胡老师，我有罪，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学校。怎么回事啊？师姐是周学文杀的，他把现场伪装成了抢劫杀人，后来他把师姐的东西都给了我，逼着我偷偷的放到别人家。想为自己开脱，我对不起你们。你说你们俩，好了，你认为你所有的行为都是天衣无缝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陈丹，你的优点是聪明，你的缺点是太聪明了。在来学校之前，我们在周学文的家里的电脑里发现了2封邮件，有一封邮件是遗书，有一封邮件是他写给死去的妻子的。当然，写给他妻子的那封邮件是出自他自己之手，另外一封是别人写的。你能告诉我是谁写的吗？你问我怎么知道是谁写的？跟我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在审讯室和法庭上，我会一览无遗地告诉你。刚才在周学文死去的现场，我们发现了2个东西。他的右手拿这支笔，他的左手一张白纸。这张白纸上一个字都没有，恰恰是因为他一个字没有，就向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不能写东西，他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一个发现他死尸的人就是他杀死他的人，因为他写了也是枉然。这什么逻辑？就是，你这个只是一些推断。推断，你连我们警察的用语都会了。还有，在这张没写字的白纸的角落，缺了一块。这恰恰是周学文用它会写下一些告诉我们的事情。当然，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等尸检报告出来之后，就会非常的清楚。你还要解释吗？好，我认了，我认了。学文，你过得好吗？还好。学文，你怎么不问问我？问问我过得好不好？丹丹，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可我怎么觉得还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了，可他现在死了。学文，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丹丹，你是不是特别恨小敏，也恨我？小敏，我比不过她，我处处都比不过。她有一个好的身世，有有钱的爹妈，供她出国深造。而我呢，我只能靠自己。出国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个梦想。她漂亮、聪明，在学术上有建树，可我连毕业都成问题。她率真、任性，活得真实，可我委曲求全，活得像个小媳妇儿。学文，你知道吗？我唯一能胜过她的，就是拥有你。可是她一回来，她这么轻松地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了。命运对我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丹丹，我们的事情小敏一直都不知道，她也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一直想帮你。现在她没了，你不应该这样和她比。不，她已经知道了。明姐，明姐，你写什么呢？举报材料。你真的要这么做吗？是胡教授让你来的吧？是，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大家花了这么多精力。陈丹，你现在要给我解释的，不应该是这件事儿。解释？我要解释什么呀？明姐，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不要再叫我明姐了。今天上午，我整理文稿，让你把项目的所有文档 email 发给我。哼，结果我收到了这个。明姐，我相信你不是有意发给我的，你还不至于那么恶毒。但这让我知道了，我不在的这些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明姐，你原谅我。你真让我恶心。明姐，陈丹，剽窃的事情你也有参与，对不对？从资料里面看得出来，你甚至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平时装得像只小白兔一样，我真后悔没有早看清楚你。学术造假，地下奸情，这2件事儿，我不会放过你，你注定会身败名裂。明姐，明姐。丹丹，小敏的事是不是你干的？如果我说是呢？陈丹，你也太狠了吧！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去报警，我要让罗警官他们来抓你。报警？原来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我还以为你不忘旧情来找我温存的。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没有了。你把一个爱着你的女人送进监狱，你真的是毫不犹豫啊！丹丹，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无情。如果这事儿真的是你做的，我带你去自首。
周学文，我是骗你的。骗我的？我只是想试一试你对我的感情，没想到得到的答案是让警察来抓我。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对于你老婆的死，我是知道一点点的真相，但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你陪我去楼下老的实验室。实验室？去那儿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那间屋子是你向郑小敏求爱的地方，当然，也是我暗自神伤的地方。到了那儿，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答应你，从此以后不再见你。我们排查了几乎所有人，差点把你漏掉。不得不说你演技很好。我不会表演，我平常就这样。你的犯罪动机是什么？那就说说周学文。我不想说周学文，他在我心里几乎已经死了。如果一定要说犯罪动机，那是因为郑小敏，她已经拥有了一切，却不肯给我这个平庸的女孩一点点的空间。据我们所知，郑小敏曾经给过你很多帮助。她那是施舍，我不需要她有居高临下的恩赐。那就说直接动因吧，为什么杀人？他发现了我和周学文的地下情，还闹着要去检举论文抄袭。我知道，如果这样，我就完了。陈丹，剽窃的事情你也有参与，对不对？从资料里面看得出来，你甚至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平时装得像只小白兔一样，我真后悔没有早看清楚你。学术造假、地下奸情，这2件事儿，我不会放过你，你注定会身败名裂。喂，陈丹，是我。你听我说啊，我在饭店定好了位置，我、你还有你师姐，咱们3个好好聊聊。胡老师，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可以不来吗？什么？你说你师姐在这抽风，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呢？明天她就要上报了，咱们俩好好劝劝她呀。好的，我马上过来。绝望过后，我感觉到一阵轻松，积压在心里的仇恨就要爆发了。我决定在餐厅杀了他。郑小敏拒绝了赴约，我的计划落空了。胡教授絮絮叨叨地说着，一副可怜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迂腐的老头
是那么的可笑。一顿饭下来，我的计划改变了。我的智商不低，我为什么要跟他同归于尽？我要想办法解决了他，又保全自己。胡教授还想争取最后的机会。他告诉我，郑小敏此时在做美容。出乎我意料的是，周学文并没有来接他。他喝多了，郑小敏只有自己打车。可正巧的是，那边正在修路，他只有走得远一些。我一路尾随着他，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师姐，谁？师姐，你不认识我了吗？陈丹，你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师姐，小白兔今天不乖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做什么？我想毁灭，毁灭！师姐，你也有趴下的时候。我拿走了他所有的东西，回到了学校。你没有不在场的证明，你知道吗？我想到了，学校那么多人，我又一个人住着，大家彼此都不关注。我说我在学校，没有人会怀疑我。举报胡教授和这个栽赃金三，你是怎么想的？第一次见你，你告诉我们，警方并不确定那是抢劫，我就慌了。于是，我想出了举报胡教授，转移你们的视线。至于栽赃金三儿，我那是出于无奈。我其实一直在你们的周围观察你们，我知道你们很快就会找到我，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在金三的车里头放郑小敏的照片，这你想的挺巧妙的，啊？罗队长，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是我的？这事我不会跟你讨论。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尸检中从这周学文的口腔里找到的，上面写着“陈丹，刀杀小敏，毒杀我”。你要看吗？没想到他临死了都没肯放过我。这毒药你是怎么准备的呀？你知道周学文会去找你啊？不，我这是为自己准备的。我知道，无论怎么栽赃，最后都是没用的。
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心灰意冷，快要崩溃了。我想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周学文来找我了，他已经怀疑是我杀了小米，他是来求证的。那你跟他说了吗？你告诉他了吗？人是你杀的？是的。可是他的答案却是要报警。我的仇恨再度燃起，于是我把他骗到了实验室。修文，你还记得这儿吗？现在应该告诉我真相了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读大一，你应该读大三。丹丹，我现在不想听这些。学文，难道你就这么不想听我说话？毕竟我们相爱过。我现在只想知道是谁杀了小敏。学文，你渴了吧？你喝一口。你喝吧，我不渴。你就喝一口嘛。行了吧？你就这么想知道是谁杀了你老婆吗？好，我告诉你，是我。你这个疯子！他把你抢走了，他罪有应得。你这个疯！你给我喝了什么？周学文，你不是要报警吗？为你老婆报仇啊！学文，如果你今天不来找我，躺在这儿的应该是我。我本来想和你殉情的，可是现在情没了，我要活着，我要好好的活着。再见，我爱人。你本来应该是个很阳光、很有前途的姑娘，应该为社会能够做很多事情。可是你却把在学校里学来的东西用在了犯罪上。首先，它毁了你自己；其次，更多的你是辜负了这个世界。
能陪我走走吗？好啊。胡教授，看今天空气不错，啊，下了雪之后，人会感得更加的心生气爽啊。反复伪装的谜。